大家好，在我们谈论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时候，多数人的焦点可能都放在演算法有多厉害，模型有多聪明。但今天我们必须来谈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我告诉你，决定这场全球竞赛天花板的，其实不是软体，而是物理定律呢？没错，就像画面上这句话说的，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更快的晶片、更智慧的模型时，一场更底层也更具决定性的竞争，其实正在我们看不见的物理世界里面悄悄地展开。这是一场关于能量传输效率、关于稀有材料供应，甚至是关于每一寸土地如何运用的战争。说到底，这场竞赛的最终裁判就是冷冰冰的物理定律。好的，让我们来深入这个核心概念。在数位时代，我们要怎么衡量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过去我们看 GDP、看贸易额，但这些传统指标已经没办法完整描绘出一个国家在 AI 时代的权力样貌。怎么说呢？一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可能很高，但如果它的电网很脆弱，基础设施老旧，那在算力时代，它就像是一座盖在沙滩上的城堡，随时可能崩塌。所以，一个非常诚实的指标，现在浮上了水面。预计大概到2026年，它就会变成衡量国力的关键。我们称之为算力电力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它揭示了一个国家最根本的数位承载能力。也就是说，在不让整个国家电网崩溃的前提下，你到底能跑多少 AI？这个比例就决定了谁能真正拿到通往数位未来的门票，而谁又会被物理极限给狠狠甩在后头。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了 AI 算力的无限扩张？答案其实不在软体，而是在两个我们常常忽略的物理瓶颈。这两个瓶颈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物理之墙。它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为了 AI 要盖更多的发电厂，但事情远比这复杂得多。问题的核心其实不是发了多少电，而是这些电从发电厂出来到真正进到晶片里，这段漫长的旅程中会遇到多少关卡和损耗。所以呢，我们必须先打破一个普遍的迷思。很多人觉得只要发电量够，问题就解决了，但现实是电力不会自己凭空移动，真正的瓶颈在于电力的传输基础设施，特别是一个看起来好像不起眼，却是整个电网心脏的关键硬体——变压器。变压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整个电网的心脏，它的工作就是把发电厂出来的超高压电力转换成我们可以长途运输的电压，然后再一步一步的降压，最后变成资料中心里面晶片可以吃的稳定的电流。但问题来了，这颗心脏现在正处于一场全球性的结构性危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要制造高效能的变压器，你需要非常特殊的材料，像是冷夹取向硒钢片，还有很高品质的铜。而这些东西的产能都高度集中在全世界少数几家公司手上，想扩产，抱歉，非常困难，而且超级慢。这就导致了一个惊人的数字：100周。你没听错，100周。这不是你下载一个软体要等多久，而是你现在下订单要等一台全新的高压变压器送到你手上，需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将近2年。当每个国家都把产能优先留给自己国内的电网更新时，这条跨国供应链，说实话已经快要断掉了。这100周的等待就是 AI 扩张最残酷的物理导数计时。你的晶片再快，没有电，一切都是空谈。好，就算电力好不容易克服万难，进到了资料中心，第二道物理之墙马上就出现了热。随着像 NVIDIA GB200 这种新架构越来越普及，一个伺服器机柜的用电量从过去大概30千瓦，一口气跳到100千瓦以上。这代表什么？代表热的产生速度是过去的3倍以上。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小小的柜子里塞进了3倍的热源，这散热的挑战有多严峻。过去我们用的传统气冷，也就是用风扇吹，大概到30千瓦就已经是极限了，完全顶不住。空气带走热的效率真的太低，所以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必须进入液冷时代。为什么？因为液体的导热效率比空气高了几千倍。透过这种直接贴着晶片散热的技术，我们能把资料中心的 PUE 值，这个数字越低，代表能源效率越高。从过去很浪费的1.6
一口气降到非常惊人的1.1，甚至更低。你想想看，这省下来的每一度电都能直接换成更多的算力，也就是更多的利润。所以关键点就在这里。这句话可以说是完美总结了 AI 时代的硬体现实。在算力密度飞速提升的今天，你的散热能力就直接等于你的计算能力，也等于你的盈利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的科技巨头现在都纷纷把目光投向了马来西亚的柔佛，因为那里不只有土地和能源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它正在快速形成一个成熟的液冷产业生态系，成为解决散热这个大难题的关键枢纽。这些非常严苛的物理限制正在重新画出全世界的科技地缘版图。其中一个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案例，就是在中美科技战的背景下，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生关系。你看这一张图揭示的，它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联合游戏，而是一种非常精密的高阶共生关系。新加坡就是这场 AI 大棋局里的大脑，它有钱、有数据、有顶尖人才，但是新加坡的致命伤就是地方太小，能源太贵，所以它必须把那些耗电量超级大又很占地方的资料中心外包出去，给谁呢？就是马来西亚。所以你看，新加坡是 AI 的大脑，那马来西亚就成了 AI 的骨骼跟肌肉。这种分工可以说是这个区域想要避开中美地缘政治夹杀，走出自己一条路的重要密码。不过，在这些看得到的实体基础设施之上，还有一场我们看不见却可能更为致命的战争正在进行。这是一场关于谁来制定规则的战争，一场决定未来数位世界秩序的电网标准的无声之战。这是一场非常典型的地缘博弈。中国正利用它领先全球的特高压技术，向东南亚输出实体的电网基础建设，试图从物理层面来定义连结的标准。而美国呢，则是透过 ESG 标准还有绿色供应链管理这些模式来输出它的影响力，从操作层面来定义软体跟运营的标准。一方在铺马路，另一方在制定交通规则，谁能掌握主导权，谁就能影响整个区域未来的走向。接着我们来看这一切是怎么样在马来西亚内部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战略支点，这让它不只是一个被动的承接者，更是全球 AI 供应链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主动参与者。这个布局真的非常精妙。你看哦，槟城它本来就是全球半导体的封测重镇，可以说是 AI 晶片出厂前的最后一里路。然后彭亨这里是稀土供应链的核心，没有这里的关键金属，资料中心里那些高效能的零件根本做不出来。最后柔佛，它凭着靠近新加坡的地理优势和能源潜力，正在变成承接新加坡外溢效应的超级资料中心门户。这三个地方，槟城、彭亨、柔佛，形成了一个紧密合作的战略三角。可以说，这就是马来西亚在数位主权时代打造出来的核心竞争力地图。那么这一切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市场上普遍认为 AI 是一场软体和演算法的战争，但他们可能都忽略了这座巨大的数位世界冰山水面底下是更庞大的物理基础。真正的机会或许就藏在那些被大家低估的硬体设施里面，变压器、冷却系统，这些才是支撑整个数位世界的无名英雄。他们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这也许就是下一个投资的风口。所以这一切最终把我们带回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当一个由电力、热能和数据共同构成的全新世界正在成型，我们看到中美两强在标准上角力，也看到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关键角色在其中做出选择。那么到最后，究竟是谁的意志会来定义我们未来数位生存空间的游戏规则？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只决定了下个10年的全球版图，也将深深地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这绝对值得我们持续关注。